了。现在我手里也有一些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，希望张医生能够逐个来帮我们做一些解答。第一个问题，有观众朋友问到了说，我今年才30岁，但是我经常胃胀，我需要做胃镜吗？好的，主持人，如果这个症状是反复出现，持续时间又比较长，即使是比较年轻，我们也建议做一次胃镜排查一下。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病人如果有肿瘤的家族史，那就更应该积极一些。胃镜是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的，主要是看症状和它的风险。做完一次胃镜如果没有事儿，那10年之内像这么年轻的病人是不用再复查第2次的。对，那第二个刚聊到这个胃镜这个事儿，我想问一下，胃镜检查痛苦吗？无痛胃镜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？好的，主持人，普通胃镜是会有一定的不适感的，主要就是恶心感，因为要经过嗓子这一块。那现在的无痛胃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体验是非常好的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，需要麻醉大夫进行麻醉的评估，看看心肺的功能情况，具体选择哪一种是可以和医生进行沟通的。那据我所知，现在北京大的3家医院主要是针对75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可能开展无痛胃镜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他们好多会伴有心肺的功能的问题，不太适合做无痛胃镜，那这一部分可能会选择普通胃镜。那对于18到75岁之间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的，心肺功能健全的，无痛胃镜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。所以您刚提到了75岁做无痛和常规的胃镜中间的一个年龄的一个临界点。那还有问题，我们来进一步的递进，比如说我做胃镜前我需要注意哪些，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？好的，主持人，做胃镜最主要的就是要空腹，通常我们要让病人做检查之前禁食，也就是不吃饭6到8个小时，再就是禁水要2到4个小时。那如果是上午检查，那前一天的晚餐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。那如果是下午检查，那当日的早餐之后可以适当的进一些没有渣的流食，比如说喝点白粥，之后就禁食了。对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、华法林等抗凝药的朋友，一定要提前告知医生，吃抗凝药必须要停至少5天以上才能够做胃镜。那还有朋友想问了，我经常会觉得我的上腹隐痛，餐后有这种特别饱胀的感觉，有时候和烧心这个词儿这种感受是同时出现的。那我如何区分这究竟是我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、慢性胃炎，还是说我早期胃食管反流病，需要优先做什么检查来明确这个事儿？好的，主持人，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症状确实都很像，就兄弟病。对，太容易混淆了，感觉很多病人都会有这个困惑。那咱们一步一步来分析一下。先给您打个比方，方便您理解。功能性的消化不良，就像胃的厨房，它动力不足，食物堆在那里，它不往下走了，所以吃饭之后会觉得饱胀，会觉得上腹部隐痛。那这个时候做胃镜是看不出明显炎症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功能性疾病，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。那第二就是慢性的胃炎，这个时候胃黏膜的墙壁就会有一些慢性的炎症，或者说是损伤了，就像我们墙壁的掉漆磨损，那这个时候也会有隐痛，也会有饱胀。那做胃镜的时候就能看到，找到明确的一个区域。第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胃食管反流病，这是在胃跟食管之间的一个闸门，它这个闸门关不紧了之后，胃酸就会往上反到食管，所以病人会有偶尔的这种反酸、烧心等等的症状，有的时候会连带整个上腹部出现不适。而且您的情况主要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烧心和上腹部不适、饱胀同时出现，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是不是胃食管反流病，或者是否存在胃炎和消化不良并存的情况。那因为单纯的消化不良通常不会出现烧心这样一个症状。那关于刚才说的检查，我建议首先也是优先的就是要做胃镜检查。又聊到了咱们这个胃镜检查，对对，因为这就是咱们科的金标准，就像派一个小摄像头直接进去看一看，能看清什么？食管有没有被反流烧坏？胃的黏膜到底是哪种炎症性的病变？有没有溃疡？有没有萎缩？有没有息肉？顺便还能我刚才说到的能取活检，能排除幽门螺杆菌感染，一次胃镜能解决多个问题。那为什么优先做它？就是因为它能够一次性把所有最要紧的问题都给解决了，都给筛查了，特别是能排查早期肿瘤这种严重性的疾病，还有这是其他检查所都代替不了的。那如果胃镜
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那症状还在持续，我们也有补救措施，就建议患者做一个24小时的食管酸碱度的检测，就带一个小仪器回家监测一整天到底有没有出现反流，什么类型的反流，或者做一个胃的排空检查，看看胃的动力到底行不行，排空速度是如何的。那去看医生之前，你也可以留意这么几点。第一个，要记录一下这个烧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是在吃饱了之后，躺下的时候或者弯腰的时候是不是更明显，白天跟晚上有没有区别。第二就是疼痛跟饱胀的这种不适是不是跟吃饭有关系，是不是跟吃油腻的食物有关系，是不是跟甜食有关系。再就是症状的持续时间，多长时间出现多少的变化，有没有体重在短期内的下降，有没有出现排便的异常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黑便的情况，这种情况常常呢会重叠出现。那最靠谱的路径就是先挂一个消化科的门诊，跟医生详细说一些症状，大概率医生就会建议您做一个胃镜去明确诊断。检查前也会详细的交代胃镜检查前需要做哪些准备，不要太焦虑，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消化道的问题。那查明病因之后，针对病因再进行治疗，大多数人就能够控制得很好了。